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马斯克这样评论比亚迪？ Trying to compete. Why do you laugh? Something that surprised me was that when we priced the components,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supply chain of the Model S, we found that China was uncompetitive. 难道比亚迪真的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吗？这期视频，葫芦就带你参观一下位于深圳的比亚迪总部。比亚迪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而现在的员工超过22万人。但刚开始，比亚迪只是以生产电池为主，3年的时间便让他把电池业务做到了国际市场。2003年就开始进军汽车行业，因为比亚迪是做电池发家，所以这次小哥准备先参观工厂的电池研发部门。到达这里的时候，小哥正巧碰到比亚迪正在进行着一项实验，一块普通的 NCM 电池被钉子刺穿后，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可相对于 NCM 电池来说，较薄的刀片电池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种刀片电池由比亚迪独家研发，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电池之一。随后小哥来到了展示大厅，在这里摆放着一台比亚迪新能源的结构模型，站在前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车上的控制面板以及电机和电池的排列方式。虽然看似简单，可这是比亚迪所有研究人员呕心沥血，经过了无数日夜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凭借着这一点，他就已经有能力去和特斯拉拼刺刀。但比亚迪并没有藏着掖着，而是将这些技术分享出来，授权给其他的公司使用。接下来试驾比亚迪汽车，更是让小哥直呼过瘾。眼前这个大屏幕所展示的便是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实时数据，而它就放置在比亚迪工厂的大厅中央，只要一进入便能清楚地看到。而从数据上可以看到，目前正在充电的汽车有478辆，正在行驶的汽车也有着3万多辆，而所有车子行驶里程总共加起来更是达到了40亿公里。随后小哥来到工厂的组装车间，这里每天可以生产出400辆车，整个工厂内非常整洁，1000多名工人井井有条地忙碌着，不同的组装线都有着不同的分工，利用自动化运输设备将车身送往组装线。这种有条不紊的生产线，就连这个国外的小哥都不禁感叹起来，跟他认知中的完全不一样。参观完了生产车间，小哥来到了试驾场地。首先他准备试驾这辆比亚迪汉，还没有上车，他就对着车子一顿评价。等他开着这辆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立马就是大型真香现场。不仅前排座椅非常舒适，后排空间也非常大，并且他还表示，无论从性能还是外观都无可挑剔，完全有资格与特斯拉媲美。可就在他得知这台车的价格时，当即表示要入手一辆。随后他准备再试驾一辆D1，这台车是比亚迪与滴滴联名款，专门为滴滴司机打造。仪表盘上还有着一块灯牌，并且上面的颜色可以随意变换。如此这般的设计让小哥连连赞叹。可让小哥没有想到的是，车子虽然看着非常迷你，但是打开后备箱里面的空间着实不小，就连中央扶手箱也改变了原有的设计，整个车更像是展现出了年轻人的活力。而接下来比亚迪生产的公交车更是让小哥连连赞叹，这是唯一敢跟特斯拉正面硬刚的新能源汽车。比亚迪除了生产电动轿车，还有电动货车，而这辆比亚迪 T5 全车长6米，宽2米，后面货箱的容积更是足足拥有17立方米，空间着实不小。进入到车内，直接就把小哥看得亚麻呆住了。他没想到货车里还能这样玩。不仅如此，车子在行驶的途中竟然一点噪音也都没有。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比亚迪还生产公交车，并且都是双层设计。小哥接近2米的身高在车内，头上还有着多余的空间，座椅也都是选用皮革座椅，舒适度更加适合长途乘坐。不仅是这样，哪怕是在国外非常寒冷的地方，性能依旧非常的好。而且即使外面的空气污染严重，只要待在车内10分钟的时间，车内的空调便可以将整车的空气过滤完成。但你要是觉得比亚迪仅仅只有汽车，那你就错了。他们从1995年建立以来，这些年里不仅拥有汽车制造，而且还在轨道交通和新能源以及电子领域都有所发展。不过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人在认为比亚迪是低端系列的汽车公司，但事实却是比亚迪靠着自己的实力成为了汽车生产商，而且还在汽车领域有着不小的影响。